你相信命吗？道家最重要的传承者向世人揭露了生命的终极真相，他居然警告世人，有些努力才是人生悲剧的源头。这是什么意思？按照他的说法，人到底应该怎么活才是正确的？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从整个道家的发展来看，庄子必然是无法避开的那一位，但他同样也是最特别的那位。原因很简单，道家的其他思想家，比如说老子出现在后世的口中，常常是以枯燥无味的学者出现，庄子却不一样，他在后世人的眼中简直是偶像一般的存在。不但嵇康是他的粉丝，像李白、苏轼也免不了受到他的影响。一时间你也搞不清楚庄子究竟哪儿吸引了这么多人的关注。而颇为诡异的是，在世人的眼中，道家主打的就是一个消极避世，而庄子又普遍被认为是走向了极端的那类人。难不成是因为他太消极才引起了一大群粉丝吗？事实并非如此，庄子的思想有其自身的强大魅力。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着混乱不堪的社会，思想家、政治家那是人才辈出，但是这些人所提出来的思想都有一个倾向，教人们如何做一个好人。试想一下，在一个连年打仗的时代，如果一个人不学会做一个好人，那么一点点小恶都会迅速地蔓延开来，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因此，诸子百家就在努力地劝人们保持基本的善意，尽可能地做个好人。在这一前提下，儒家提出了克己复礼，希望人人都能做个懂礼的君子。墨家也是强调要兼爱，将所有人都放在心上，但只有庄子大胆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在这里的圣人其实就是指在时代道德要求下的好人。换言之，庄子很明确地认为，如果人们被要求去成为这样的圣人，那么天下就不会有太平的那天。为何成为这样的圣人反而会让天下不太平呢？庄子认为，一个圣人是怎么样的，这件事本身就是被当时的人所建构的。他们拿着符合他们利益需求的标准去要求人们成为这样的人，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了社会着想，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为了详细说明这个道理，庄子还以孝作为了一个例子。他说道，本来抚养后代这一行为本身是一个本能行为，并不需要外界的压力就足以完成的。后代长大了，反向哺育父母也是正常的行为。在这一点上，人本来跟动物是没有区别的。可问题就在于，硬是有些人打着社会和谐的名号，提出了孝这么个概念，并且基于这个概念建立了一系列的规则和要求。这也就导致人们出现了一种误解，好像不这么做，自己就是一个不孝的人。庄子想说的是，人们对孝的理解可以是千万种，没必要非要根据一种标准去做。世界混乱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庄子竟然说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他说生命的顶级境界是逍遥，又真的是啥也不干吗？庄子认为，存在于世界之间的万事万物其实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也就意味着万事万物都有自己关于世界的理解，也拥有行使自己理解的权利，因此就不应该存在着某种自以为优越于他物的人来给大家制定标准。但是如果不制定一些标准的话，那在一些重大的事情面前，不就有可能出现千人千面的说辞了吗？这样难道不又有可能导致社会走向混乱吗？庄子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也提出了解决方法：遵循物的发展规则，人们不要做多余的事情。如果人们不能直接看出物体的发展规则也没有关系，就任由它自然的发展就行了，千万不要老是想着去干预它。举个例子，一个长得歪七八扭的树，在普通人看来可能没有什么功用，没有什么价值，没关系，只要人们不要擅自去砍掉它就行，就让它在那里自如地生长着。当然，更上一层楼的方式就是不以价值功用来评价这棵树，也不干预，这就是庄子所言的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则。如果人们能达到这个境界，那么它其实就达到了一个逍遥的地步，而这恰恰是庄子精神的一个主题。看到这里，或许有网友会问，既然人们什么都不需要干，只需要去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则，那么还有没有必要努力呢？可千万别以为庄子这思想就是啥也不干，光躺平就行了。人家明明有个前提，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则，这也是说，
如果事物的发展是向上的，需要人做出一定努力的，那么你就得做出努力，不能摆烂。如果事物的发展势头是趋向平稳的，那这个时候你稍微不那么努力，保持这个态势也没关系。但不管怎么样，它都不可能是你什么都不干，而只是让你不要做多余的事情。那什么叫做多余的事情呢？很简单，比如你发现你天生对数字就不敏感，就不要强迫自己去专攻数学了，不如放过自己，看看自己精通的地方在哪儿。当然，就更不要想着去跟那些数学天才比了，这种比较不是纯纯的伤害自己的自尊心吗？就算你实在没找到自己在哪个方面有什么特长，那也没有关系，你就接受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认真的生活，干好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就好了。达到这一境界，你的人生将会变得很自在，很滋润。道家最残忍的理念揭秘了人生之中有很多真相都是寻常人所不能接受的，而这一点要从差异说起。在庄子的思想中，差异其实是一个被反复拿来说的关键词。不仅万事万物之间有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是吓死人。有些人穷得开心，有些人每天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裁员。不难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确实是一道鸿沟，但偏偏就是这些差异如此之大的人，他们非要追求一个共同的东西——幸福。要知道，庄子很讨厌给某种概念下定义的，因为在他看来，本来就不存在着某种共通的概念。既然如此，又该如何解释人们的这一行为呢？又该如何帮助人们通向幸福的道路呢？庄子认为，人与人之间虽然差异很大，但对美好的东西有着一种天生的向往，这也就导致人们对幸福的渴望是源源不断的。尽管庄子不想给出任何的定义，但他还是提供了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那就是按照每个人内心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来。具体来说，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身体上的我，一个是精神上的我。身体上的我负责感知这个世界，精神上的我负责判断这个世界。由于每个人所感知到的世界是不一定的，因此对这个世界的判断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区别就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追求行为。因此，庄子强调人们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去真实的感受这个世界。但问题又来了，如果大家不参照别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一定能保证自己的看法就是对的吗？如果不确定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又该如何坚定地走下去呢？庄子以为这个问题本身是无解的，原因很简单，既然人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那么他就永远都不可能去判断别人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唯一的方式就是跳出这个世界。可问题在于，没人能够真正的跳出这个世界，因为人是因为处于这个世界之中才有意义的。因此，一个人想要知道自己选择的道路究竟是对是错，那就要努力的到达一个更高的位置，去看别人所看不到的世界。这也是说，人究其一生，其实都不大可能知晓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但这个不知晓，并不影响你努力去追求幸福，努力去追寻逍遥的这一境界。通俗点来说，就是人这一生本来就不存在着什么正确的答案，只有你真切的感受过了，实实在在的去走了一遭，或许你才有可能悟出点对与错。当然，最后也很有可能悟出来的就是，其实对与错本身不大重要。就让这一切顺其自然的发生，就听从自己内心的选择，或许这才是庄子给予我们关于人生的启示。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